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西班牙惊悚片，它深度挖掘了人性的另一面，也深刻批判了爱情中存在的劣根性。剧情全程跌宕起伏，不看到最后一秒，几乎很难猜出结局的走向。故事从这个名叫尼克的男人开始讲起。半个月前，他的女友留下一段分手视频，然后悄无声息选择了离开。尼克对此非常伤心，不过现在的他已经想通了，自己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音乐指挥家，他不想这样就此颓废而虚度人生。几天后，尼克在酒吧认识了一个女孩安娜，并带她参观了自己工作的地方。安娜本就被尼克的气质所吸引，再加上近距离接触，谈话间很快弥漫了暧昧的味道。不知不觉中，两个年轻人终究是吻到了一起。次日，安娜在尼克的大别墅里醒来，一步到镜子前整了整衣襟，她很满意躺在床上的男人，随即来到旁边的卫生间。安娜发现这里有2副牙刷，没有多想拿起一把准备刷牙，可水池中却传来了阵阵声响。疑惑的安娜俯身聆听，但奇怪的声响又消失了。之后来到客厅闲逛，安娜看到了一个乖巧的狗狗，以及一台用来设计的小型工作台。刚刚拿起上面的草稿查看，尼克突然出现在了身后，他不想让安娜碰台子上的东西。随后两人共进了早餐，尼克让安娜今天就搬过来住，言下之意是确定了两人的关系。就当他们吃完早餐准备出门时，有2名警察找上了门，声称确认尼克的女友还未出境。抬头注意到后面的安娜，警察不禁有些好奇，现任女友刚刚失踪没多久，尼克竟然又找了新的女孩。完全蒙在鼓里的安娜有些疑惑，尼克不是说没有女友吗？怎么又牵扯出一桩失踪案呢？尼克解释说之前确实有个女友，不过他抛下自己跟别人跑了，且还留下了一个分手视频，因为当时拨打他的手机联系不上，所以才选择了报警。傍晚时分，刚搬进来的安娜发现了不对劲，浴缸里的水竟然泛起了波纹，周围明明安静的可怕，但为什么会有波纹呢？意识到房子里有古怪，安娜再也不敢多做逗留。回到卧室后，安娜和尼克亲热起来，可亲着亲着又察觉了异常，家里的狗狗竟然在看着自己。夜晚，在安娜工作的酒吧里，几天前上门的警察找了过来。原来他曾经追求过安娜，但女孩根本不给他机会。妒忌满满的警察嘲讽安娜，终于如愿以偿找了个有钱人。安娜摆出一副反击的姿态，她就是要找个有钱人。第二天，别墅里再次发生了奇怪的事。安娜洗澡时不敢再用浴缸，而是改成了淋浴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水温突然变得奇烫无比，以至于让安娜尖叫连连。出来后对着镜子查看，肩膀上果真被烫伤了。这时水池中又传出声响，仔细听就好像有人在大声呼喊。吓坏的安娜瞬间汗毛直立，蹑手蹑脚的想退出卫生间。诡异的经历丝毫没有影响安娜，她自由自在的四处闲逛，仿佛就是这栋房子的女主人。偶然间看到地槽中有个东西，掀开后竟然是一把古老的钥匙。安娜觉得钥匙的造型很别致，看起来就像是一条项链，毫不犹豫地将其挂在胸前。可这时整栋房子发生了停电，紧接着各种声响涌入进来，本就紧张的安娜瞬间不知所措，慌乱中还摔在钢琴上晕了过去。等到安娜缓缓醒来，尼克已经来到了她的身边。安娜说房子里可能有鬼，还讲了一遍自己遇到的经历。为了证明所言非虚，安娜带尼克来到了卫生间，俯下身子仔细聆听，果真能听到奇怪的声响。尼克猜测是水管工作时的震动，于是便对着水池吓唬了几句，然后起身安抚女孩不要太过担心。又过了几天，尼克突然接到警方的一通电话，说是发现了一具被烧焦的女尸，他们觉得可能是尼克的前女友，所以想让其过来辨认一下。事不宜迟，赶到警方的停尸间，而面目全非的尸体根本无法辨认。尼克只看一眼便说这并不是，直觉告诉他前女友还没有死。这个举动让警方不禁疑惑，为什么尼克会这么肯定呢？一无所获地回到家中，刚进门的尼克听到安娜在讲话，还清晰地听到了一句对不起。Hola. ¿Con quién hablabas? ¿Qué ha pasado afuera? Con nadie. Estaba buscando. 安娜岔开话题询问尼克，刚才去辨认的尸体是不是前女友呢？尼克说结果是什么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的他只爱安娜。安娜听后很是感动，情不自禁地送上了香吻和拥抱。在她望向镜子的同时，一个可怕的真相才被慢慢揭开。原来，此刻镜子的后面正是尼克的前女友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尼克的前女友为何躲在镜子后面呢？几个月前，女主贝拉是一名才华横溢的设计师，尼克则是一名年轻有为的音乐指挥家。两人本是一对令人艳羡的情侣，但命运的齿轮却突然发生了改变。这天，尼克声称要去哥伦比亚工作，时间是1整年，他想让女友跟着一同出国，这样就能化解两地分居的煎熬。贝拉听后犹豫了很久，但最终还是答应了男友的请求。事情按照计划进行得很顺利，尼克在哥伦比亚表现得十分出色，他的实力也得到了乐团的肯定。为了方便之后的工作和生活，贝拉在郊外租了一栋独立别墅。房东太太是一个谈吐随和的人，表示平时住在市区的小公寓，而这里只有周末才会过来居住。
因为1个月后要回德国生活，所以才想着将房子租赁出去。如果贝拉愿意的话，可以随时搬进来住，不过前提是必须照看他的狗狗。听到这里的贝拉欣然接受，坦言自己没有任何问题。稍后时分，贝拉和尼克搬进了别墅，两人还精心布置了属于自己的小窝，看似完美的生活即将步入正轨，可他们却未能心如所愿。次日，贝拉来到乐团想给男友惊喜，但推开门后却是一场惊吓。尼克的房间里竟然坐着一个女人，她是乐团的小提琴手，会时不时的过来找尼克交流。贝拉已经不止一次见过这个女人，第六感告诉她尼克一定存在问题。第二天，贝拉偷偷翻开了男友的手机，正如猜想的一样，手机里果然有数不清的暧昧。怒火中烧的贝拉本想隐忍，但她根本没了心思在做设计。就当尼克准备出门上班时，贝拉强装镇定表达了愤怒。尼克听后承认跟那个女人有过交往，但现在的两人已经没有关系。虽然得到了男友的肯定答复，可贝拉隐约觉得事情并非这般简单。1个月后，房东太太过来和贝拉告别，谈话间聊到了彼此的伴侣。贝拉说自己背井离乡跟随男友，谁知道他竟然跟别的女人打情骂俏。有时候真想不辞而别，或许就能考验男友到底爱不爱自己。当听完贝拉的情感苦恼后，房东太太很是同情，随即说出了自己的一个秘密，表示贝拉可以用来测试男友。原来这栋别墅还有一间密室，它的入口就在卧室书架的后面，插入钥匙转动一圈，旁边的镜子就会变成一扇暗门。依据描述，房东太太的丈夫曾经得罪过人，所以才建造了这间密室。里面不仅能够完全隔音，且所有玻璃都是单向透明的钢板，墙壁上有一个简易发电机，可以维持内部的基本照明。最重要的是，里面还设计了一个扩音器，它能清晰地听到外面的任何动静。除此以外，暗室里还有马桶、休息用的床铺以及洗漱用的水池。房东太太告诉贝拉，这个暗室的秘密只有她知道，希望贝拉不仅能管理好房子，也要妥善做好保密措施。讲到这里，提醒大家看视频时也要保护眼睛，别让眼睛太过疲惫。要是视频看多了，不妨试试左下角汽水音乐里的听抖音功能，支持锁屏播放自动联播，无论是听剧还是听解说都超方便。摸鱼上班两不误，还能让眼睛好好休息放松，赶紧去体验一番吧。之后房东太太离开了别墅，她今晚就要飞往德国。接下来的日子平淡如水，但贝拉的内心却越发的不再平静。想到这栋房子的秘密，贝拉决定制造失踪测试男友。终于在某一天拿出相机，贝拉非常认真地录了一条分手视频，然后又将自己的东西搬进了密室。这时尼克已经回到了家，贝拉只好慌忙整理现场，并快速写了一个便签，最后才急匆匆地钻进密室。回到家的尼克很快察觉了不对劲，当看完女友的分手视频，尼克赶紧翻看衣柜，而衣柜里的衣服果然没了。这下让躲在密室的贝拉暗自窃喜，她倒要看看失去自己的男友会是什么反应。慌张的尼克来到卫生间查看，发现最常用的手霜竟然没有拿走，猜测女友可能是在吓唬自己，于是连忙拨通了对方的电话，但电话的另一头却无人接听。在确认女友确实已经离开后，尼克愤怒地将花丢在了镜子上。此时的贝拉意识到考验是该停止了，慌忙转身去拿钥匙开门，然而无论他怎么找都未能找到。猛然间脑海里闪过一个画面，原来贝拉刚才将钥匙落在了外面。预感不妙的贝拉急忙拍打玻璃，她多么希望男友能够发现自己。密室的隔音效果非常的好，外面的尼克根本听不到任何动静。贝拉尝试拨打电话，可电话一点信号都没有。之后贝拉又试着撬动门锁，试着用重物敲打玻璃，可拼尽全力也未能发出一丝动静。正所谓不作死就不会死，贝拉亲手为自己打造了一个牢笼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身心力竭的贝拉忽然醒来，她看到男友又返回了卧室。尼克应该是想尽了办法寻找，但他怎么可能会找得到呢？无奈的贝拉痛苦不已，此时的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男友。几天后，饥肠辘辘的贝拉找到了一些过期罐头，只是尝了一口便尽数吐掉，转身拧开水管漱口，怎料出来的水竟是污水。没有办法，贝拉只能强忍着接受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贝拉吃光了密室的罐头，而她的身体也越来越虚弱，不知从哪儿找了一把勺子，她想凿开墙壁向外界呼救。为了能够激励自己活下去，贝拉每天都会拿出和男友的合影，然后回忆两人曾经的美好。这天尼克再度拿出贝拉的分手视频，然后说了一句祝你幸福。此话一出让贝拉惶恐，立刻想到男友可能要放弃自己，追着尼克来到卫生间。贝拉着急地踢向水管，大喊大叫。正是这个举动，水池里的水竟然出现了波纹。惊喜的贝拉立刻重新敲打，但迟钝的男友并没有察觉，眼睁睁地看着机会从面前溜走。贝拉只能发出痛苦而又绝望的吼叫。等到尼克再次回来时，贝拉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，尼克竟然带回来一个陌生女人，而且还当着她的面秀起恩爱。此情此景让贝拉痛不欲生，缠绵的叫声也让其掉入了深渊。不知不觉中，贝拉对这个女人充满了敌意。次日清晨，当安娜来到卫生间洗漱时，贝拉隔着玻璃怒骂对方，表示用的牙刷是自己的。幸运的是，安娜竟然听到了贝拉传出的呼救，虽然听不清到底是什么，但让贝拉看到了一丝希望。
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贝拉用勺子继续挖掘墙壁，可挖着挖着碰到了钢筋，而这个位置正巧是浴缸的底部。贝拉知道再也挖不动了，但也让安娜在洗澡时察觉了古怪。之后贝拉发现密室的阀门可以控制水温，于是坏笑着将洗澡的安娜烫伤。对她来说，这是某种意义上的反击和报复。稍后时分，安娜偶然间发现了钥匙，贝拉也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。现阶段只要引导安娜找到钥匙孔，那么自己就有获救的可能。然而此时突然断电，惊吓过度的安娜竟然晕了过去。随后尼克回家唤醒安娜，安娜也带她来到了卫生间。隔着一层玻璃，尼克的嘴脸让贝拉再次失望，自己怎么会爱上这样的渣男呢？又过了几天，尼克突然接到警方的一通电话，说是发现了一具被烧焦的女尸。尼克听后准备去趟警局，安娜则留下来等待消息。无聊的来到室外散步，安娜随手向河里丢了一个东西，而水面的涟漪立刻让她恍然大悟。浴缸里的水之所以会发出波纹，一定是有人采用外力造成的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安娜在水池里放满水，然后开始了自己的试探。Empieza. Para. 安娜瞬间惊骇不已，难道这栋屋子里还有其他人吗？ No pares ahora. Fabiana, vuelve. 壮着胆子又尝试问了几个问题，贝拉都非常配合的一一回答。几番问答下来，安娜最终总结出了答案。被困在镜子后面的人是贝拉，密室的入口就在卧室的镜子后面。转身回到卧室，赫然看见狗狗正在狂吠镜子。事情再也明显不过，镜子的后面必然就是密室的入口。安娜尝试着搬动镜子，但用蛮力根本是行不通的。意识到密室可能藏有机关，于是安娜看向了旁边的衣柜。经过一番摸索，安娜终于发现了钥匙孔，而脖子上的项链正是密室的钥匙。就当安娜要插入钥匙开门时，她却突然犹豫了。如果把贝拉救出来，尼克还会爱自己吗？自己和尼克只有床上的共鸣，可贝拉和尼克却有共同的话题啊！思考再三的安娜没有十足把握，只能再次来到镜子前，然后对着贝拉说了一声对不起。自己好不容易攀上一个高枝，怎么能轻易的放掉呢？这时从警局回来的尼克听到声响，他询问安娜是在跟谁对话。安娜没有回答，直接岔开话题，而这也让贝拉陷入了无尽的绝望。唯一的救命稻草就这样被摧毁，再也没有人能够救出贝拉。当天晚上，安娜躺在床上无法入眠，尼克也坐在客厅不想回到房间。他们各自都有着心事，唯独家里的狗狗看穿了一切。第二天，安娜将卧室搬到了另一个房间，然后重新陈列了衣柜的物品。这样做不会再有人发现秘密，因此安娜就可以慢慢成为正派女友。就当她畅想未来的美好时，曾经的追求者敲开了门。他递给安娜一份资料，里面全是尼克和小提琴私会的照片。原来看似专一的尼克实则是个渣男，这下让安娜大彻大悟，自己不过是别人的玩物罢了。她甚至还想为这些虚无的东西害死贝拉。一念及此，跑到卫生间，安娜想问问尼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而贝拉为何会被关进密室呢？镜子后面没有丝毫反应，安娜顿时起了怜悯之心，急忙用钥匙打开密室。一开门就闻到了阵阵恶臭，难道贝拉已经死了吗？怀着忐忑的心步步深入，转眼就看到贝拉正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安娜慌忙蹲下查看，试图摸索脉搏辨别死亡。这时的贝拉突然袭击，一瓶砸下去让安娜瞬间躺倒，紧接着抓起地上的钥匙，贝拉头也不回地拼命向外跑，然后重重地关上了密室的门。看着劫后余生的自己，贝拉不敢置信曾经遭受的折磨，拖着虚弱的身躯来到楼下。此时正好收到了来自德国的电话留言，房东太太不久前去世了，德国的家人想把这栋房子卖掉，也就是说现在唯一知道密室的人只剩下了贝拉。想到自己曾经深爱的尼克，贝拉想了想，还是决定离开。等到尼克回到家中，他看到床上有一把密室钥匙，以及镜子上贴着一张合影，一张贝拉曾经和尼克的合影。尼克看着这些东西波澜不惊，他好像早就知道密室的秘密，又好像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至此，本片结束。